检票口大敞着，可以随便进出。光天化日之下做如此下流的勾当，可能都有恐怖片的感觉了。赶紧往车站赶了，脚都麻了。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7月4日，我们在日本旅行的第9天。今天我们将离开松本，前往日本曾经的首都，历史悠久的京都。中间我们会游览一下奈良景宿，这个曾经在中山道上最繁忙的驿站。今天又是一个大晴天，不知道对于今天的行程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之前查天气预报说是会有雨的，还想着古香古色的街道搭配烟雨蒙蒙的氛围，是不是能营造出一种穿越的感觉。如今只能勉强接受蓝天白云、阳光明媚了，是不是有点太凡尔赛了？这个小车站简陋的恰到好处，有多个月台，但是没有电梯，我们得提着行李箱出去寄存。这里的行李寄存不是自助的那种寄存柜，是在车站办公室直接找工作人员，直接帮我们把行李存在房间里，这样也挺好。之前我们还担心会不会没有那种大号的寄存柜呢。车站工作的大叔已经满头白发了，看起来可能在这儿工作了几十年了的样子。不过服务态度真的是没得说，还会用翻译机跟我们交流，顺便帮我们买好了之后去京都的车票，包括新干线的车票啊，所有的都一块儿买好了，出来一堆纸。最后还送了我们一张这块的旅游地图。奈良景宿位于木曾福岛与松本之间，是中山道上保存最完好的驿站之一。日本江户时代为了保障德川幕府和京都天皇之间的通信往来，修建了2条驿道，一条是沿着太平洋的东海道，另一条是自江户起，经现在的埼玉县、群马县、长野县、岐阜县、滋贺县，一路在群山中通行的这条中山道。中山道是日本古时5大道中最需要魄力、体力和勇气的，同时也是最有魅力的一条。可能就像中国现在很多热血中年此生必驾318的信仰一样，估计那时候日本也有不少中二中年人把走一趟中山道作为毕生的追求吧。中山道全长500多公里，沿途60多个驿站，我查到了2种说法，一种说是67个，也有说是69个的。有人说奈良景宿无论正数还是倒数都是第34个。那如果这个说法靠谱的话，总数应该是67个吧。这个数学题，也就小学2年级的水平能算明白。不过我在维基百科上查到的是69个。第34号奈良景宿也并不是最中间的一个，那种说法应该可能是为了强行制造一个故事吧。奈良景宿是位于中山道中最大难关，海拔1197米的鸟居卡的山脚下，应该是从北方去京都的旅客在翻越鸟居卡前最好的休息场所。那时驿道不单单是官方通信要走，货物贸易的商人、旅客、僧人之类的平民也会走这些道路，这也就造就了这些宿场浓厚的商业气息。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特别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城市和公路迅速发展，这些古驿道就逐渐的没落了，甚至永久的消失了。
现存保存完好的驿站中最有名的应该就是马龙素、七龙素和奈良井素这几个了吧。而在这些保存下来的素场中，奈良井素应该是唯一一座紧挨着车站的，对于游客来说应该是最方便的。这边最有名的特产是荞麦面、五平饼和七七。对，又是荞麦面。队友说什么也不想再吃荞麦面了，我们去找找看有没有其他吃的。这里街道非常有江户时代的风格，房屋都是木质的，大部分都是连排2层的房子，估计都是共用一堵墙的那种。这种可能比普通居民住的一户建条件还差一些吧。虽然是木质的，但是没有很旧的感觉，应该是投入了很大的成本在日常维护上面吧。街道两边很多店铺都没开门，稀稀拉拉的有一些游客。是因为今天不是休息日的缘故吗？感觉这样的客流量很难支撑起这么大一条商业街呀。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可避免的就走向没落了。不知道以前繁华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哎，这是干啥呢？光天化日之下做如此下流的勾当。门外边摆的盆栽都挺好看的，有些店家也会摆一些木质摆件，有些做的还真挺不错的呢。这边以前应该也有很多手艺人在这里做生意，街边的商店很大一部分都是卖漆器的。越往里边走，开着门的店铺越少。这如果是阴天下雨的话，可能就不只是穿越的感觉了，可能都有恐怖片的感觉了。我们来到了一家还开着的小店，把中午饭解决一下。这里除了荞麦面，还有山贼烧，好像还是一家挺有名的店。店内部的环境是复古风格的，看起来还挺新的，也很干净，但是只有榻榻米座位，让我们这种从小就僵硬的人还有点别扭。出餐速度挺慢的，盘腿做的脚都麻了。看来真的是现做的，不是微波速食。本来我们预留的时间还挺充足的，现在我们得抓紧时间吃快一点了。吃完饭赶紧往车站赶了，像开了2倍速一样。中午太阳照射得更强了，街上的游客似乎更少了一些，有种整条街包场的感觉啊。
车站的大叔依旧非常热情，帮我们确认好乘车的月台，但是我们还是得自己提着行李爬楼梯过去。这一来一回，承包了今天一整天的运动量了。去京都需要在木曾福道换乘特快电车到名古屋，再换乘新干线。不知道这个字儿是不是念曾啊，还是念曾？我感觉念曾更顺口一些，就这样念了。木曾这里也是一个历史文化比较悠久的地方，应该是以前中山道上的一个检查站，也有很多历史人文景观。不过看起来对游客没有特别大的吸引力。即使车站门前的商业街也显得特别萧条，车站连检票都没有，检票口大敞着，可以随便进出，全凭自觉。这种松弛感也是没谁了。不过这种古香古色的风格搭配上蓝天白云，还是挺漂亮的。我们的下一趟车要40多分钟才到。我们就先在这个候车厅休息一会儿。下午到京都的行程我会放到下一个视频。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下一个视频再见。